步青一不留神穿越到了大明朝，同时获得了太平狼的信，每天都能收到来自未来的盲盒。哎，来这儿都1年了，每天除了吃就是吃，这生活太他妈爽了。虫爸，想什么呢？咱在想，这家的主人歌唱的这么难听，咋还能这么自信，还有这香味？咱可从来没闻过。妹子，咱们就在这家蹭个饭。谁呀？这个时候来敲门？小兄弟，我们夫妻出门忘带银子了，家离得远，现在有些饿了，方便在这吃口饭吗？当然可以，老人家就是吃顿饭而已，不嫌弃的话就进来对付一口吧。哈哈，那就多谢小兄弟了。小兄弟，你这煮的是古董羹吧？老人家见多识广啊，不过我更喜欢叫它火锅。小兄弟，这火锅里加了什么东西？咋这么辣？这里面加了辣椒。啥是辣椒？步青愣了一会，才想起来，这个时代辣椒还没传过来。这个我很难跟您解释，您可以认为比猪鱼更辣一些。原来如此。对了，小兄弟，咱还没问你叫什么名字呢。我姓步，单名一个青字。不清，感觉在哪里听过呢？嘿嘿，老人家世上重名的多了，不足为奇。说完，步青为了转移话题，又连忙开口询问：老人家，不知您应该如何称呼啊？你叫咱猪八就行了，这是内人马英。不会吧？难道是那2位？猪老伯，喝点这个吧，管用。这水为什么是黑的？这个东西叫饮料，黑色是因为里面有焦糖。怎么样，猪老伯，这饮料喝完之后爽不爽？爽，哈哈，甚爽。马婶婶，您也试试，您应该会喜欢。好，那我也尝尝它是什么味道。确实甘甜无比，口感也非常奇特。小布啊，不知这饮料该如何酿造，回去咱也想酿造一些日常饮用。啊，这个我跟你说是来自未来的，你信吗？是咱太冒失了，这种奇特饮品配方自然要严格保密。猪老伯，您误会了，这种饮料我也只有几瓶，根本不知道配方是什么。哦，原来是孤品，难怪咱从没见过，倒是让你破费了。这时，老朱的目光又看向桌子，随即警惕了起来。这瓶子非金非木，不像咱大明的产物，还有这火炉也不凡啊，还有这个铁架子，甚是奇怪。小兄弟，如果咱没看错的话，想必你已经猜到我是谁了吧？毕竟咱说出名字的时候，你的表情可是有些奇怪呀。我靠，你那时不是忙火锅去了吗？谁再说古人都是傻子，我特么一火锅砸死他！不愧是洪五爷，小子这点道行根本瞒不过您的法眼啊！放心，咱不会把你当成刺客，否则你现在已经没了。说吧，咱想知道你的身份，还有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。步青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坐在对面的可是朱元璋，洪武大帝啊！洪五爷，如果我说我不是这个时代的人，您会相信吗？你说你不是这个时代的人，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是600年后的人，不知道为什么就穿越到了大明朝。您看到的这些都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产物。那好，既然你来自后世，那你一定知道我大明国祚吧？一旁的马皇后也打起精神，看向步青，满脸关心。果然来了，不知朱元璋了解瓦剌留学生之后，会不会砍了我？陛下，关于国祚的事情，我想说，未来是可以靠现在来改变的。咱明白，你只管道来，咱不会对你问责。据史料记载，大明国祚276年。什么？竟然连300年都不到！陛下，先秦横扫6合，完成大一统，国祚也只有14年而已。而且在后世人眼中，大明一朝不和亲、不赔款、不割地、不纳贡，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。洪五爷更是被称作千古一帝。没错，咱大明绝不会出现兄弟相残争位，更不会软弱被欺。小布，你说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，难道是我大明有亡国之危啊？这个嘛，陛下，这里不是皇宫，你叫咱朱老伯就行，听着比较亲切。朱老伯，这是指大明历史中的2个重大事件：永乐帝迁都和崇祯帝上吊自缢的事情。他娘的，堂堂一国之君，竟如此屈辱！你继续说。土木堡之变致使大明军力走向衰弱，再加上小冰河气候巨变，导致农作物大量减少。那时的大明文官贪污腐败，宦官结党营私。步青随即给朱元璋解释土木堡事变发生的一切。他娘的，咱最恨贪官污吏，可偏偏大明亡国的原因就和这些贪官污吏有关。虫爸，
这都是未来之事，你莫要气坏了身子。B， 朱老伯，要不今天就到此为止，这些事以后我再和您细说。不用，咱没那么脆弱。你再给咱说说土木堡之变，还有那个什么小冰河时期是什么意思？正统14年7月，瓦剌首领野先亲率骑兵攻略大明边境，明英宗朱祁镇好大喜功，御驾亲征，大败于野先，致使皇帝被俘，明军死伤殆尽，史称土木堡之变。小布，你刚才说那个明英宗叫朱祁镇？是啊。完了，不对呀，彪儿一脉没有其字辈，反倒是老四一脉有其字，难道后世？嘿，这个朱老四。这件事还要从建文帝说起。建文元年，等等，建文帝叫什么？建文帝正是您的皇孙朱允文。允文？这怎么可能？允文身为庶子，非长非嫡，何以称帝？想必您也猜到了，那就是嫡长子梅了。雄鹰他难道不对？彪儿不会违背咱的祖训，就算雄鹰真有不测，也该立允通，而不是允文。那个，假如有一种可能，如果朱标也死了呢？我操，这也俩都没了。史料记载，洪武25年，太子朱标病逝，是一文太子。咱的彪儿听到自己儿子只剩下10年寿命，老朱心态都要炸了。彪儿是因何病逝？史料只记载病逝，并未描述何病。民间传闻是严重风寒，不过什么？不过最被认可的说法是疾病加上积劳成疾，最后累死了。荒谬！咱的彪儿年轻气壮，岂会？老朱说到一半，又想起为了培养儿子，自己给朱标的压力确实很大。是咱害死了彪儿啊！朱老伯，你也不必过于悲伤，我就有药物可以治疗病症，只是劳疾，我就没办法了。听到这句话，朱元璋和马皇后眼中瞬间充满光。小布啊，你刚才说咱立了允文为皇太孙，那雄鹰和允通呢？1个月后，皇太孙朱雄鹰病逝，原因不明，葬于中山，谥号为怀。咱的彪儿，咱的大孙，咱的妹子，不好意思，习惯了。小布，告诉咱，在你那个年代，民间是如何流传的？有说皇太孙是感染天花死于风寒，还有一种说法和吕氏有关。不可能，吕氏没这个胆子。朱元璋这么说是有底气的。现在这个时候，锦衣卫虽然还在创办中，但前身宜鸾司却还在运作。小布，你说风寒之症你有药物治疗，那天花呢？朱老伯，就我所知，只有一种药物对天花有效，然而我手中并没有。小布啊，预防天花的办法你可知晓？其实牛类也是会感染天花的，称之为牛痘，但凶险程度却远低于天花，所以只需要接种牛痘，痊愈后就不必担忧。毛相，存在，派人查探是否属实。另外，从天老体人来感染牛痘，咱要知道感染牛痘之人是否会再次感染天花。遵旨。儿子孙子都说完了，那咱的寿命如何？根据记载，朱老伯您寿数70，是少有的高寿皇帝。那咱的大袜子呢？这一刻，步青真感觉老朱的人生太过悲惨。洪武15年8月，马皇后病逝，病因不详。咱的妹子，咱的彪儿，咱的大孙都没了。哼，这些史官都是废物吗？连史料都记不好。朱老伯，这件事其实也不能怪史官，关于大明的史料很多都被满清篡改过了。满清是哪个？就是建州女真。您也知道，历史从来都是胜利者书写，历史就是个婊子，只要是强者就能任意玩弄它。不行，不管用什么方法，只要你能保住咱妹子的命，咱无不应允。朱老伯，我可以向您保证，尽全力保住马婶婶的命。这件事我替重八答应了。小布，你既然没办法回去，干脆就此落地生根。我向你保证，只要你不背叛大明，背叛陛下，这大明朝境内无人可动你分毫。瞧瞧，这是啥？这是天降的护身神符啊！啥也不说了，马婶婶，初次见面，送您一个香水礼盒。香水礼盒是何物？这个东西叫做香水，也就是现在的香露，不过它的留香时间比香露长一些。那啥，小布，咱的呢？这盒子里也有几瓶，您可以赐给其他嫔妃。哈哈，你小子有心了，也难怪咱妹子这么护着你。小布，刚才咱们还没说完，你说的小冰河时期，还有关于自备的问题。重八，天色不早了，咱们也该回宫去了。可是咱，毛相，留几人保护小布，要是掉一根毛，你懂的。臣不会让布公子有半点损伤。那我回头自己拔一根头发，毛香会不会看得双腿发颤？我怎么感觉这厮不怀好意？小布，咱和妹子就回宫了。若是想见马婶婶，你就和他们说，会有人带你入宫的。好家伙，这是在点我，城市套路深，俺要回农村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马婶婶。
总算是把这2位大神送走了，幸好手机里有下载的小电影，不然还不知道怎么过呢。与此同时，朱元璋回家的路上，妹子，你相信不清说的那些话吗？他乃后世之人，那些奇特事物和神异手段，我2人亲眼所见，岂能不信？既然他以长辈称呼我们，玉轩的丫头也到适婚的年龄，不如就亲上加亲，与不清成为一家人。古代封建王朝，皇家拉拢人无非就那几种手段。这孩子我看着还不错，回头探探他的意思，不至于让好事变成坏事。妹子，你刚才催促咱尽快回宫，是因为刚才不清说的那些话吧？回宫之后，就让彪儿将雄鹰送到后宫，由我来照看吧。这样也好，回头东宫那边咱会安排一下，到时候再让雄鹰回去，就不会有问题了。此时，不清还不知道自己的终身大事已经被安排了。对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个姿势。不如我撺掇老朱把目标对准小日子，毕竟那边可是有超级银山，这次直接把小鬼子洗劫一空。不公子，陛下口谕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赐予不清宅邸1套，立刻搬过去居住，配备仆人100人。与此同时，紫禁城后宫里，马皇后也命人召来一位妙龄少女。玉轩来了，快坐到母后身边来。谢母后。玉轩生母早逝，一直被马皇后带在身边抚养，将她视如己出。玉轩，你如今也过了碧玉年华，到了适婚的年龄，你父皇有意为你赐婚，女儿全凭父皇和母后做主。玉轩，你想先见见他吗？女儿全凭母后做主。好，那就让母后给你安排吧。另一边，王公公还在宣读圣旨。薄公子，您看有何物需要带走？最好今日就能迁居。把院子里面的东西带走就行了，屋子里的东西我自己去收拾。薄公子，咱家刚才忘了告诉您，皇后娘娘也送了一人过来。没错，此人正是玉轩公主。停，别跪下，以后在家无需行礼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回少爷，我叫玉轩。你们呢？剩下的4名侍女明显和玉轩不同。听到不清的询问，随后一个年长的说道：请少爷赐名。这样，你叫青霞，你叫莉亚，你叫娜扎，你叫热巴。你们先去洗漱，完事就过来。玉轩，今天晚上别睡太早，到少爷房间来，我给你看大宝贝。やめたい。少爷，您说让我晚上。少爷对你好吧？这大宝贝我可是第一个给你看的。少爷，您能控制火焰，刚才那是。这算什么？少爷不仅能控火，还能控制大小呢。啊，什么大小？火焰大小啊，不然还能是什么大小？咱老远就闻到这火锅味了，你小子一个人偷吃都不知道叫上咱。朱老伯，我这可是光明正大的吃啊，而且您日理万机，我哪敢打扰您啊？不出意外，老朱身边的这个人应该就是史上地位最稳太子爷朱标，这位应该就是太子殿下吧？草民不清见过。你都叫我爹朱老伯了，按道理应该叫我一声朱大哥吧？朱大哥，我没想到你和朱老伯会过来，刚煮了火锅，一起吃一口。见过。不用见了，都下去吧。玉轩咋在这？不知道。玉轩，你不是在宫中伺候咱妹子吗？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是皇后娘娘命奴婢来这边伺候不公子的。堂堂大明公主对着自己父亲和哥哥自称奴婢，真是要命啊！那行，你就留下来伺候吧。小布，昨天你和我说的那个什么小冰河时期会让农作物减产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简单来说，就是天气候巨变，在这种气候下，大部分农作物都会被寒气冻死。那为何会出现这个小冰河时代呢？又为何偏偏只出现在我朝？朱大哥，关于我的来历，想必朱老伯已经跟你说过了吧？不错，父皇都给我说了。玉轩，要不你先回陛下。不必了，此事就咱们几个知道就可以。玉轩，接下来我说的话你听到就行，不要跟青霞他们说，明白吗？少爷放心，奴婢一定会替您保守秘密的。朱大哥，你也知道，我不是大明朝的人，而是来自600年后的后世之人。顾清刚说完，旁边就传来碗筷落地的声音。别害怕，就如同我给你说的那样。朱大哥，我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，小冰河时期并不是只出现在大明朝。哦，这么说来，以前的朝代也出现过。每一次小冰河时期出现，都会出现王朝更替的情况。您可以查看史料，而这一次其实从前元时期就已经有征兆，只是这个时代没人往那方面想。是什么征兆？为何我从未听闻？
是天灾。根据我们那个时代的总结，乾元统治100年时间，天灾共计出现了450次，而我大明朝从陛下开始到崇祯帝276年，共计发生了1101次天灾。咱大明出现天灾的次数，居然是乾元的倍数还有余。小冰河时期是从乾元开始，大明中期达到巅峰，直到满清灭亡才逐渐消失。朱标是第一次听到满清这个朝代，但大概也猜到是大明之后的朝代。小布，这个小冰河时期到底为何出现？后世又是如何应对的呢？即便在我那个发达时代，也没有明确解释，只有2个猜测，一个是地球自转，另一个是太阳周期活动出现变化，导致太阳活动减弱，从而进入小冰河时期。小布，地球是什么球？怎么才能让它不转？朱大哥，地球就是我们脚下踩着的这片大地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从古至今都是天圆地方，大地怎么可能是个球？小布，你说大地是个球，我也难以相信。如果你们想了解，等天黑了，我可以用科技让你们看到天外的样子。还记得刚才少爷跟你说的话吗？记得，少爷说今晚不要睡太早，要到少爷房间去，给我看大宝贝。那个，你们别误会，我说的宝贝就是科技，没错，看天外的那个科技。无妨，只是你现在还年轻，成亲前尽量不要沾女色，把身体保护好才是。不是，我真的。好了好了，朱大哥也是过来人，我懂。不过有些事还是先成婚才好，你说呢？说实话，不清被2人弄得有些懵了。明明说的都是劝诫的话，可怎么总感觉有种威胁的意味？那个，继续说如何应对小冰河时期。其实方法很简单，就是2种。首先是取暖，朱老伯应该也发现了吧？近几年冬天的气候变得越加的寒冷。不错，虽然咱是帝王，但也经常出来体察民情，天气却是冷了些。其实一个烟囱火炉就可以，还可以推广北方的火炕，只需要简单的石头、砖块和黄泥就能搞定。火炕我知道，只是那烟囱火炉该如何制作，百姓能否买得起？烟囱火炉制作简单，只需要在正常炉子上加个烟囱伸到屋外，薄铁皮就能做。那第2种方法呢？粮食，足以让大明百姓全部吃饱的粮食，人吃饱了就没那么怕冷。他们又何尝不懂这个道理？可想让大明百姓全部吃饱，比登天还难。很巧，我这里恰好就有能够解决粮食的办法。哦，不宝宝，是什么方法？这个就是让大明百姓能够吃饱的东西。这东西叫什么？这个就是土豆，只要有水，几乎什么土地都能种，产量也在25担到40担之间。你这个臭小子，这么重要的2种，你居然给咱吃了！朱老伯，现在的气候只需要将它们在水中浸泡1夜，等它表面长出芽苗，就可以用来种植了。小布，这个土豆的存放有没有什么讲究？还有，它能存放多久？如果将土豆制作成土豆粉，正常情况下还能存放3个月左右，也是不错的食物。不行，你限此2种，可保我大明再无饥荒之忧。说吧，你想要朕如何赏赐，咱无不应允。少爷，家中尚缺银钱，下人们工钱都发不出来了。咱闺女还没出嫁呢，这就胳膊肘往外拐了。陛下，我还有个要求，对我来说，这件事比钱更重要。说吧。我想提的要求是，希望大明能够在适当时机对倭寇出兵，并且越早越好。咱大明出力，还有乾元余孽，否则以咱的脾气，早就平了那个小岛。陛下，如果我告诉您，在倭寇那边有一座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银山呢？小布，你一直撺掇咱出兵倭寇，应该不是因为这些矿产，到底是为什么？1931年9月18日，倭寇关东军突袭，对我华夏大地发动侵略战争，残杀我华夏同胞人数高达3500余万。什么？如今陛下的应天府，也就是后世的南京，这群畜生在这里屠杀30多万无辜百姓。说到这里，顾青双眼满是仇恨，朱元璋站在原地，双眼暴戾，怒火翻腾。所以我希望陛下答应攻打倭寇之时，让我随军上战场，让这些畜生不如的东西亡族灭种。我要亲手铸一个大大的金冠。朕允了。父皇不可，若您真下令屠杀一国百姓，将来必会留下千古骂名啊！无妨，杀就杀了，咱暴君的名声越响，将来你人主的声望就越高。朱元璋就是这样，无论做什么，他都会为自己的好歹着想。父皇，我的意思是，这件事您不用亲自下令，此事就交给儿臣来处理。这才是真正的朱标啊！小布，昨天关于自备问题，你还没告诉咱。朱老伯，您好歹也看看天色，俺还没吃饭啊。就是啊，老爷，咱们先吃东西，有事以后再问也行。朱老伯，这东西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说的科技。这些就是那啥的望远镜。没错，你们可以过来看看。
过了1个时辰，老朱父子终于不再霸占望远镜。咱现在知道了，天外果真是一片虚无。小田，玉轩啊，你也看看这个大宝贝怎么样？小布，你这个望远镜是不是也可以用于战场之上？可恶，你个老登是真的没有眼力见啊！可以的，5公里内看人脸，8到10公里距离能看清楚军帐大营。哎呀呀，这可是个好东西啊！小布，此物妙不可言，可在军中派上大用场啊！哎，朱老伯，您干嘛？不经献上望远镜有功，说吧，想要什么赏赐，咱无不应允啊！我啥时候说过给你了？彪儿，天色已晚，咱就不打扰小布休息了。你傻呀，还不快跑！少爷，刚刚您叫我什么？哦，叫你小甜甜啊。小甜甜是什么？小甜甜就是甜美可人，让人想一口吃下去的意思。讨厌死了！来进屋，跟少爷大战300回合。彪儿，你还记得刚才步青说的那句话吗？父皇，您是想让大明也开始发展科技？600年后可以，咱的大明为何不可？而且老天不是将步青送来了吗？这小子性子懒散，不愿为官，但科技咱一定要发展。彪儿，你怎么看？父皇，他只是不想卷入朝堂纷争，既然如此，不让他卷入即可。这件事就交给儿臣吧。父皇毕竟是帝王，您开口他可能会有所顾忌。好，步青那小子就交给你了。李峰，奴婢在，密传蓝玉，本宫要见他。是。陈蓝玉，参见太子殿下。您要见我，随便找人通报就好了，能不能别找那个没卵子的阉种？好了，李峰是按本宫命令，这次换你来，就是不希望有其他人知道。蓝玉虽然莽，但他不蠢，否则也不可能在军中混得风生水起。舅舅，本宫有一事想请舅舅出面，只是此事会留下千古骂名。太子殿下，什么骂名不骂名，我才不在乎呢。如今西南战事顺利，大军归朝之后再无忧患。父皇有心出兵倭寇，那个孤悬海外，曾杀我大明使者的弹丸小国。没错，而我需要舅舅出面的事情，也和这不起眼的弹丸小国有关。太子请说。来日攻打倭寇，我会向父皇提议，让舅舅作为主帅。本宫要舅舅屠杀倭寇一国之名，即使遗臭万年，臣也在所不辞。陈蓝玉接旨。殿下，臣有些不明白，为何陛下要出兵倭寇？那不过只是个弹丸小国罢了。你是想说，这么做不仅劳民伤财，而且得不偿失，对吧？杀人蓝玉不怕，只是倭寇频起，而且文官必然闹事。那如果本宫告诉你，那倭寇之地不仅有金矿，而且还有一座取之不尽的银山呢？殿下，那小岛自古以来便是我华夏固有疆域，如今却惨遭贼人窃居，我大明乃天下正统，于情于理都该将此故土收复。那些文官大臣听到这个消息，恐怕会比蓝玉转变得更快吧？只是太子殿下，那倭寇之地真有金矿银山的话，此前为何从未听闻？接下来我要说的事情，整个大明只有不足5人知晓，舅舅且听且记住。殿下请讲。随后，朱标将朱元璋和自己认识不清的事情说了出来，但隐瞒了不清虚空摄物的能耐。难怪胡惟庸的府邸被陛下赏赐出去了。这天地之间的气候本就变幻无常，和那个人说的小冰河时期真有关系吗？此事我不便与你细说，但他的奇异之处，父皇和我都亲眼所见。时间不早了，你先退下吧。可恶，这欺诈骗徒居然蛊惑陛下与太子，还敢妄言我大明亡国，简直其心可诛！你特么谁呀？听到声音，守卫和家中的下人立即来到了院子。永昌侯，眼前这个家伙就是蓝玉，原来是永昌侯呀！没想到侯爷兴趣挺奇特呀，喜欢3更半夜不睡觉，跑到别人家站岗。你这奸诈狡猾之徒，蛊惑陛下与太子殿下，今日我蓝玉就是来揭穿你。难道是小猪说了什么？干掉蓝玉不难，他再牛逼，遇到手枪也得跪下唱征服，只是不能这么做。蓝玉是吧？听闻你勇武过人，堪称我大明朝的第一猛将，能打得过我吗？只是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罢了，我岂能怕你？说着，步青在空间拿出一根电棍。永昌侯，你可准备好了？接下来我这一棍会很痛，你甚至可能会尿裤子。废话少说，动手吧。沈林、张海找根绳子，把他给我绑起来，绑严实点，这家伙可不是善茬。少爷，你的棍真的好厉害呀！那是，棍算什么？少爷，我还有更厉害的，以后有机会让你见识见识。此时，朱元璋和朱标也来了，看到步青没事后，也是舒了口气。来人，给咱将蓝玉打入死牢！尔等保护不周，居然让人潜入步青宅邸，同样打入死牢，等候发落。小布，既然这件事你是苦主，咱就把处置蓝玉的权利交给你。
老朱这明显是故意给自己施恩蓝玉的机会。蓝玉是什么人？那是朱元璋专门留给朱标的辅弼之臣。所有人退出去，没有命令不得擅自进入院内。小布，蓝玉这件事确实是他太莽撞了，不过也怪我没有跟他说清楚。朱大哥，你这选人的眼光没得说啊！让蓝玉去办这件事，简直再合适不过了。朱老伯，那个沈凌他们，我还蛮喜欢的，我想跟您求个情，把人再送回来。哈哈，既然布宝宝都开口了，那这些人咱就送给你。言罢，朱元璋一行人就离开了。你以为自己比父皇和我聪明，还是你以为区区江湖骗术就能骗到我和父皇？臣不敢，是臣愚钝，臣请殿下降罪。蓝玉，你可想知道月亮到底长什么样子吗？这完全不搭边的一句话，让蓝玉半天不知道该怎么回应。臣知不道。起来吧，本宫今日就让你明白，为何父皇与我会那般礼遇不清。当那颗灰白色球体出现在他眼中的时候，蓝玉整个人都颤抖了起来。李峰，把蓝玉带回死牢去吧，这几日你就好好反省一下自己。太子殿下，皇后娘娘让奴婢来通知您，皇太孙殿下突发热病晕厥。不清说的事情真的发生了。李峰，去请不清入宫。不公子，皇太孙突发热症昏厥，太子殿下命奴婢前来请不公子入宫。难道历史上朱雄鹰的真正死因就是风寒？不清不是学医的，对这方面知道的不多。彪儿，雄鹰他病于何症？父皇，儿臣不知，儿臣已传太医了。没过多久，太医终于赶来，告诉咱太孙身染何病？若这2日太孙起疹，恐是天花恶疾。天花，为何偏偏是天花？雄鹰为何会染上天花？宫中从未出现恶疾。彪儿，近期雄鹰可有出过宫门？未曾，原本我准备这2日带雄鹰出宫，还是听到不清之言就放弃了。不清，立刻派人带不清入宫。小布，太医说，如果雄鹰这2日起疹，很可能就是天花。朱老伯，真的确定是天花了吗？听到不清这么问，朱元璋赶紧将太医说的那些话重述了一遍。朱老伯，近半个月时间，皇长孙殿下有出过宫吗？此前宫中可曾出现天花？我问过彪儿，原本他是准备带雄鹰出宫巡查，但遇到你以后就没准备出去了。朱老伯，天花和风寒不一样，风寒可能源于自身，但天花只会被别人传染，所以我才会问您那2个问题。小布，你所言可当真？在我们那个时代，天花都是有10几天潜伏期的，期间和常人无异。虽然不明白潜伏期是什么，但听完不清的解释，也大概能够明白一些。天花只会被别人传染，这背后真的有人操控。小布，后世就真一点办法都没有吗？哪怕只有一丝希望。车前草、白花蛇草、牛筋草、蒲公英、板蓝根，这些或许有些用，不过这些草药也只是针对天花引起的病症，对天花本身没有任何效果。听完不清说的，朱元璋立刻叫来太医，让其将这些草药记下，彻查京城1个月内所有感染过天花的人，咱要知道他们见过谁，去过哪，还有所有接触过皇太孙的人全部抓捕，彻查是否有出宫记录。是，臣立刻就去查探。这时，一名侍女端着铜盆从屋内走出来，告诉我，母后和雄鹰如何了？回禀太子殿下，皇后娘娘无恙，皇太孙殿下热症不退。朱大哥，我进去看看吧，正好我这有点东西可以让热症减缓一些。不可，小布，东西可以让宫女送进去，但你不可亲身犯险。放心吧，朱老伯，我们那个时代的人从小就接种过天花疫苗，不会被感染的。在这对父子犹豫之时，不清朝着坤宁宫的大门走去。小布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走，这病它会传人的。皇后娘娘放心，我也不好跟您解释，您就当作是我已经出过天花就行了。随着不清来到床榻前，看了一眼年幼的朱雄鹰，已经出疹子了，毋庸置疑就是天花病毒。马婶婶，皇太孙年幼，若是一直高热，可能会烧坏脑子。这个东西叫做降热贴，可以让体温降下来一些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只可惜我实在是没能力救你呀，小家伙。小布，你不是每隔一段时间就能得到东西吗？今日正好可以得到东西，马婶婶，我试试，但希望可能不是很大。有希望就行。可惜的是，快递中没有药物，只是玩具。马婶婶，这是皇太孙的玩具吧？这玩具拿来之后，有人动过吗？没有，就是当日送来的时候，雄鹰自己翻找着玩耍了一会，但很快就收起来了。也就是说，这块痂皮在这之前就放在箱子里了。如果说刚才不清只是猜测，那么现在几乎可以确定，就是人为的了。小布，怎么了？马婶婶，你看这上面的东西，像不像是感染天花之人身上的痂皮？此痂皮可还能传人？这种病毒依附在痂皮等物体上，在常温下可以存活数月之久。那能否隔绝，使它无法传人？可以。
说着，不清直接拿出一个密封袋，将那块痂皮封存在袋中。小布，只能麻烦你将这东西给重八和彪儿看一眼了。朱老伯，皇太孙殿下身上已经起疹了，现在可以肯定就是染上了天花。真的是天花吗？这东西是天花病人身上的痂皮，在皇太孙的玩具箱里找到的。朱元璋一边听一边看，全程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，而朱标则是脸色惨白。东宫，你管得好，东宫！哼，太子妃吕氏完了。虽然不清从头到尾只是将疑点摆出来，没有指明说过任何人，但父子俩可不是傻子。薄公子，陛下让奴婢来请您过去。小布，你实话告诉咱，如果现在给咱妹子种那个牛痘，能不能预防天花？抱歉，朱老伯，现在马婶婶很可能已经被感染了，只是病毒还在潜伏期，病状没有发作出来。其实咱也知道是这个结果，只是这人呐，总是会有些不甘心。你叫咱朱老伯，叫彪儿朱大哥，以后就叫皇太孙雄鹰吧，只愿这孩子能有将来。不清无言以对，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眼前这位老人。小布，天花之事，咱想听听你的看法，你认为是吕氏吗？小布，不用顾忌，但说无妨。我认为是吕氏。雄鹰病逝之后，他和他儿子就是最大的受益者。是啊，这皇位就一个，谁能不争呢？小布，你上次说允文登基，但自备却变成老四，到底为什么会这样？说太子妃说的好好的，咋就扯到朱棣身上去了呢？你说就行，咱不会怪罪于你。朱老伯，朱棣争夺皇位了，朱允文上位后就开始削藩。听到削藩二字，朱元璋立刻就皱起了眉头。什么？这个朱老四就因为削藩，他就造反？朱老伯，其实不能全怪朱棣，那朱允文削藩不留活路啊。老四应该是被逼狠了，才会起兵的吧？没错，打着清君侧的名义，史称靖难之役。咱承认老四确有才能，但想要成功夺位也是难如登天，他如何办到的？因为建文帝太稚嫩了，他身边还有第二位大明战神。第二位大明战神那是谁？有何辉煌战绩？曹国公之子李景龙率领50万大军对阵朱棣数万兵力，大败而归。他娘的，就是50万个馒头也得啃上个把月，以后不能让这个小混蛋上兵。那这大明第一战神是哪个？一起说说吧。就是那位明英宗朱祁镇，土木堡一战被瓦剌生擒带走，后世称他瓦剌留学生。他娘的，真他娘的菜呀！以后不要再提这个王八蛋了。他是王八蛋，那您老是啥？还是说说老四吧，有什么功绩？纵观历史，朝代和帝王，永乐帝文治武功都能在帝王之中排进前10之列。啥？这小子有这么厉害吗？永乐帝武征漠北，是唯一一个封狼居胥的皇帝，编纂《永乐大典》，派遣郑和6下西洋。小布，这海外到底有何好处？竟然让老四出海6次？海外不仅有金银矿，还有丰富的物种资源，有些地方的土地甚至能1年3熟。这就是倭寇金矿和石涧银山所在的位置。提到倭寇，老朱就想起不清那天说的那些话。小布，倭寇之事暂时不急，如今西南还在征战，虽然局势良好，但不宜双线开战。在此之前，我想办法，能不能把蒸汽机搞出来？蒸汽机？小布，你说的这个蒸汽机是个什么东西？它有什么作用？蒸汽机可以代替牲畜和人力，让车和船自己动起来的机械。这该如何办到呢？蒸汽机就是利用开水时壶盖被蒸汽顶起来的原理，通过燃烧煤炭或是木材，将水蒸气转化成驱动力。小布，这个蒸汽机是否也属于科技？大明是否可以往科技这个方向发展？可以，不过需要推行教育改革，将术数列为重要学科，因为它是科技的基础。小布，这件事就交给你来做，做好了，咱无不应允。那就先弄一个科技研究院出来，不过只对皇上负责。具体如何操作，你心中可有想法？先聚拢一批成年人，最好是工匠，打破他们原有认知，将他们培养先驱者。既然这科技研究院只对皇帝负责，那钱就从咱的内堂支出吧。这方面朱老伯你做主就行了，不过人员和地点需要提前搞定才行。放心，咱会绝对配合你。你想在城内还是城外？城外吧，城内人多麻烦，有些东西会很不方便。臣毛香参见陛下。查的怎么样了？陛下，按照您的旨意，臣查到一些东西要向您禀告。有事直言即可。所有接触过皇太孙的人里，有个宫女名叫春喜，她是太子妃的贴身宫女，出过宫门。另外，感染天花之人，整个京城只有1人，就在锦衣卫的牢房里。两边的结果没法联系起来，那么这调查的作用就不大。朱老伯，时间不早，我是真困了。你小子怎么如此背懒？回去悠着点。继续追查。另外，派人盯着东宫，若雄鹰的孩子，你就给吕氏一个体面。是，陛下。吕氏只不过是个侧妃扶正，他死引不起朱元璋一丝心境波动。允文，不要怪皇爷也心狠，
要怪就怪你娘造孽。夫君，时辰不早了，要保重身体才是啊。你先睡吧，这些奏本还需要一些时间处理。那臣妾为夫君煮一碗参汤吧，不许不喝。李峰，太子妃的事情查得如何了？回禀殿下，暂时还未有收获。继续做你该做的事情。奴婢参见娘娘。春喜可曾招供？未曾招供。太子可有吩咐你何事？殿下命奴婢调查天花之事，是否有人为操控？查我？哼！殿下只说查天花，并未直言查娘娘。因为那个叫不清的人替我传消息出去，让这个人永远消失。是。小雄鹰啊，你当真是命不该绝，叔叔我就是你命中最大的贵人呀！没错，今天得到的正是治疗天花的药物。少爷不好了，玉轩姑娘、青霞姑娘还有莉亚姑娘她们出事了。他们怎么了？玉轩姑娘昏迷不醒，青霞姑娘重伤，莉亚姑娘鼻青脸肿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少爷，我也不知道啊。莉亚姑娘红着眼，问她也什么都不说。莉亚，告诉我，你们出门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原来是教坊司的人干的，因为眼红莉亚几人的现状，所以大打出手。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？在哪里？在秦淮河16楼，听到那些壮汉叫她月梅姑娘。看来要去秦淮河走一趟了。所谓的秦淮河16楼，是指的秦淮河边的16家官办妓院。说起来，这还是老朱一手缔造的。锦衣卫的兄弟出来一个，有事。布公子，何事？今晚我要去秦淮河玩玩，你们是跟我去还是在这里？陛下命令我等保护布公子安全，您去哪我们就去哪。你们一共多少人？一共60人，分2队交换守卫，在府邸周围的兄弟只有30人。派人去秦淮河查一个叫月梅的妓女，不要打草惊蛇，就说我包一晚。傍晚时分，张浩回来，立刻找到不清。布公子已经查清楚了，那个叫月梅的妓女是梅岩楼的红官人。带上人，咱们出发去梅岩楼。你带2个兄弟跟我进去，让他们见机行事就行了。哟，各位大爷是第一次来咱们梅岩楼吧？我们公子花20两包下了月梅姑娘啊！瞧我这记性，我带您上去。房间就不用去了，让月梅下来，在大厅作陪吧。不一会儿，老鸨终于带着一个女人来到不清面前。这是经历了一场大战啊，脖子还有草莓。老婊子，你他妈的是把我当傻子糊弄呢！布公子，我这也不明白您说的什么意思呀？是吗？让他把衣服退下，我倒要看看你明不明白。我让月梅去房间里伺候您成吗？姑娘也是要点脸的。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呢？刚才月梅本就是在接客。张浩，去找100个叫花子过来，就说少爷，我请他们逛窑子。布公子，您可不能这样，我们梅岩楼以后还怎么做生意呀？想要我不这样可以啊，让他把衣服脱了验明正身。这收了钱还陪别人，必须脱，验明正身。布公子，我也不瞒您了，刚才这贱人确实在接客，只要不伤了他的性命，您怎么着都行。月梅心中原本还抱着一丝希望，听到老鸨一句话，直接将他打入谷底。布公子，求布公子大人大量，奴家保证一定洗干净，好好伺候你。钱不是问题，他必须任由我处置。脱，站起来，蹲下去，重复500字，不然那些叫花子我可管不了。布公子，叫花子已经找到了，有150多个，您看要不要？不用，无非就是花点钱罢了。继续看戏，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找你吗？奴家不知。还记得今天被你打的那3个姑娘吗？我就是为他们来的。布公子不用担心，他们是5城兵马司，交给我处理。有刺客保护布公子，只可惜箭矢的飞行速度太快，大部分都是用身体挡住的。那妈的！1楼大厅和房间都不安全，立刻带布公子上2楼房间躲避。我根本没和任何人结怨啊！难道是吕氏？想来想去，也就和吕氏有梁子，就是朱雄鹰那件事了。身手不错，可惜你没有第一时间干掉我，现在没机会了。老子是出了名的菩萨心肠，居然有人要杀我，那咱们就玩完。老子今天就让你们好好见识见识什么叫大慈大悲度世人，跟我杀出去，他娘的太欺负人了。那妈的，一何方神圣？这个打了一乱盘，好的娘！这个打了一乱盘，好的娘！好的娘！此时外面已经变成了众生平等的状况，看到这一幕，所有人都僵在原地了。陛下，您可真看得起我们啊！他这样牛逼，哪里还需要别人来保护啊？
娘的，身为有系统的人，我能让你们给欺负了？幸好穿了防弹衣，不然就挂了。步青现在还真有点后怕，他没想到这个黑衣人中了2枪，居然还敢潜伏。追，一定要抓住那个刺客。步公子，现在人手不足，我们赶紧送你回去。步公子，为了安全着想，还请您尽量保持清醒，不要睡着了。我去禀报陛下。这几天发生太多事，让陛下好好休息。明天我亲自去。隐瞒不报，罪名太大了呀，我们承担不起。放心，我会说明，陛下不会降罪。沈林他们不也是我求情的吗？步公子，你说你为沈林他们求情了？对啊，你知不知道沈林他们在干嘛？这都过去2天了，怎么还没来找我？不是沈林他们不来找你，而是他们还被关在大牢里。什么？陛下都赦免了，怎么还被关着？步公子，大牢那边不归我管，所以我也不是很清楚。如何，抓到那黑衣人了没有？我们跟丢了。那个家伙确实很厉害，之前闯入房间，顷刻之间就将那几个兄弟杀了。不过跟在那个人身后，我总能闻到一股尿骚味，更奇怪的是，还夹杂着香料的味道。难道是太监？没错，太监阉割之后很容易出现失禁的情况，为了掩盖这种味道，他们会常年在身上携带香包。这下事情大条了呀！太监直接和宫里挂钩的。黑衣人的事情暂时放下，京城这么大，再想找人无异于大海捞针，明天再说。步公子，沈林的消息我打听到了，只是他现在的处境不是很好。沈林他们怎么了？沈林有个死对头叫熊文，而那地方刚好就归熊文管。张浩，带我去一趟你们锦衣卫大牢。沈林，这鞭子的滋味不错吧？当初你举报我七弟，可曾想到你自己也会有这一天？你中午没吃饭呢？嘴硬，很好。那这烙铁的滋味如何？你那烙铁再往前1寸，回头我就把它塞到你皮眼里。你是何人，竟敢擅闯锦衣卫大牢？儿子，我是你爸爸。拿绳子把他绑起来。步公子，您怎么来了？当然是来找你啊！我那院子还等着你回来给我守呢。步公子，说笑了，我等保护不力，哪还有脸在？不用担心，我已经向陛下求情了，不会再追究你们的责任。不过以后你们不再是锦衣卫，这辈子都得跟着我，帮我看家护院。我们兄弟为公子看家护院，是我们的荣幸。沈林心里很清楚，这已经是他和兄弟们最好的出路，否则以皇帝对步青的重视，他们这些人就算不死，也得被流放千里。就特么你叫熊文是吧？对我的人滥用私刑，你挺猖狂啊！你他妈挺猖狂啊你！这位公子，沈林是陛下亲自下令送进死牢的，你确定他是你的人？也是陛下将他送给我的，你说他是不是我的人？这位公子，我也只是照规矩办事。我的规矩就是规矩。沈林，记不记得他一共抽了你多少鞭？我不记得了，大概有40多鞭吧。不，100鞭了，那就打1000鞭。还能这么玩吗？步公子又见面了。毛指挥使，少见啊！步公子，这件事我大致了解了一下，放心，此事一定给你一个交代。既然毛大人开口，步青岂能不给面子？牢房这种地方污秽不堪，我那有些好茶，不如去我那平民细谈。正好我也喜欢喝茶，就有劳毛指挥使教我了。先是用昌侯夜闯府邸，接着又是宫中那件事，我忙到现在都没合过眼。毛香说完，步青倒是不觉得他这是推脱之词，最近确实发生太多事了，沈林他们这些小人物被忽略也正常。毛大人日理万机，不某理解天花那件事可有查到什么进展？有一条线索和沈林有关，我回来就是准备找他的。毛指挥使，沈林跟这件案子有关？沈林和那个宫女是邻居，不过现在这件事只能麻烦步公子首肯了。无妨，喝完咱们就去找沈林吧。那个房间是有漂亮姑娘吗？让你看得这么入迷？步公子，我不是看姑娘，是在看那屋子里的病人。那个病人怎么了？毛香如此激动，是因为里面就是感染天花的人。这个人我见过他很可能跟我邻居的死有关系。你说的那个邻居是不是姓王？就是不久前刚死的那个？是的，毛指挥使也知道这件事。沈林，关于你邻居还有这个人的事情，详细说给我听。我那邻居就是因为喝酒搞得家破人亡，春喜就是被卖到宫里的。春喜是奔丧的名义出宫，可这样的父亲值得他这么做吗？难道说房间的人为什么说你邻居的死和他有关？我上差的时候却看到他进了我邻居的家，不过第2天就死家了。他是怎么死的？死多长时间了？大概有10多天了吧。这个时候，步青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猜测。步公子，你之前说的潜伏期时间和这个能对上吗？如果是10多天的话，那就刚好对上。
不公子，我欠你一个人情，现在我需要沈凌和我一起进宫面圣。无妨，我也有事要进宫一趟。如此，那便同行。沈凌和毛香去往奉天殿，不清则是来到了坤宁宫见马皇后。不公子，您是来见皇后娘娘吗？劳烦公公了。不敢，不公子请跟我来。马婶婶，治疗天花的药物我找到了。小布，这是真的吗？我没有做梦。没错，雄鹰会好起来的。小布，这药该如何服用？每隔6个时辰一次，用水冲服，10几天就会好。这是真的吗？太好了。另外，这药我手中还有一些，您也不用担心会病倒。小布，别看平时吊儿郎当，你应该很孤单吧？马婶婶，您……婶婶希望以后你能将我当成亲人，我也会将你当成自己的亲人。不清相信这番话吗？答案是相信的。和朱元璋不同，不清也只是将心门打开一条缝而已。皇后娘娘，陛下让奴婢来请不公子去议事。草民不清参见皇帝陛下。大胆刁民，无关无决，见陛下为何不行跪礼？这老婢登谁啊？老子都不认识你，第一次见面就跟吃了枪药一样。无妨，是咱特许，不清见咱不必跪拜行礼。不清，此次唤你前来，是为了大明皇家科技研究院的事情。陛下请说。驻地方面，咱在城外选了个庄子，赵俊配合你挑选人才，擅长和2位爱卿不是很了解，希望你能解惑。不清一看，这是被大臣反对了呀，叫他过来就是打他们脸的。3位大人对科技研究院有何不解，可以说出来，我为你们解惑。你花费人力建立什么科技研究院？目的是什么？是否利国利民？对国家有何贡献？所谓科技，只是科学的附带产物，而科学就是格物，是对天地万物的探索与了解。人力何等渺小，简直妖言惑众，真是一派胡言。韩国公只是为了反驳而反驳，贵为堂堂国公就只有这点气量。李善长已经气得不轻了，但在老朱旁边又不敢说什么。科学分为3步：探索万物，了解万物本质，努力达成掌控。韩国公所问花费人力的目的就是这个。你说可以掌控万物对吧？那不如演示一下你掌控了什么，也好让我等增广见识。以你的智慧，我很难和你解释，你可以尝试一下雷电的滋味。你这小子拿这个出来，是要把李善长弄死不可呀！其他人不知道不清拿的什么，但他心里却是清楚的很。上次蓝玉就是栽在这个东西上面。不清，这雷电之威太过凶猛，擅长扛不住啊。也是，那就把韩国公换成鸡吧，反正都差不多。不好意思，实在没憋住。掌控雷电之事尚未验证，暂且不谈。大殿采光不好，那就亮一些如何？你们对科技的力量真是一无所知啊！如何，韩国公，这都射到你脸上了，有没有感觉到温暖啊？此时国姬也送了过来。韩国公看好了，看看这雷电是否能够被科学掌控。我干嘛？怎么样？现在我还是妖言惑众吗？这确实有几分奇异，不过也只是奇技淫巧，于国于民又有何用？就是这句奇技淫巧，让不清的脾气一下就上来了。李善长，你狗日的吃着奇技淫巧长出来的粮食，穿着奇技淫巧织出来的衣服，放下碗筷就骂娘，你可真他妈的不是个东西！前几日我给陛下献2种，一种亩产25担，甚至可以达到41担的2种，这种粮食1年可以种3季。我问你，它与国与民是否有利？是否关乎国家？听到不清这句话，李善长怒火暴涨的同时，心中也无比震惊。诸位爱卿如今也见识到科学的神奇，那么此事便就此定论，不再商议了。朱老伯，我也不想发火，我们本该站在世界巅峰，可是一句奇技淫巧，致使科技再无出头之日。难怪李善长一句强撑颜面的话，会让你变得如此愤怒。所以科技任何时候都一定要发展。放心，大明皇家科学院势在必行。原本的庄子是李善长想送给他侄子的，半道被你截胡了。难怪他会满嘴喷粪。你小子可要小心了，他可不是个有气量的人呐。我这不是有您和婶婶罩着吗？我会怕他？小布，关于李善长，咱想知道他将来的命运。被您给砍了呗。要是咱走得早，肯定会带上他的。不愧是老朱，他早就有这种想法了。对了，怎么进宫不到咱这边来，反倒先去你妈婶婶那边？哦，我整天求爷爷告奶奶的求药，最终感动上天。小布，你的意思是药物找到了？没错，朱老伯，就是治疗天花的药物，已经给雄鹰服下了。好啊，小布，咱也不知道你想要什么，说吧，咱无不应允。在下无所不应，不过打倭寇之时，我必须去。专门提出攻打倭寇的时候，他也要去，这摆明了就是要封侯爵的意思。这样吧，咱以你贡献就是神粮为由，封你为伯爵，并严明验证土豆亩产之后晋升侯爵，再加些银钱粮田，如何？谢朱老伯。哦，对了，昨晚让你小子大发神威的那栋梅岩楼，咱也把它送给你做商铺。啊，你让我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去开妓院，认真的吗？
你小子想得美，信不信咱助你9族？那是当商铺用的。这地界可是个好地方啊，搞不好能大赚一笔。你小子真想开妓院？朱老伯，我心脏不好，您别老一惊一乍的。昨晚的事情，锦衣卫没来跟咱汇报，是你的主意吧？昨晚那件事，朱老伯应该也了解过一些吧？了解一点。昨晚还有一名黑衣人，身上有香臭2种味道，您应该明白吧？宫中之人，你认为和吕氏有关？除了他，我想不出是谁。而且最关键的是，毛香那边已经有证据证明。让毛香进来。毛香，将你查明之事尽数道来。陛下，经查明，太子妃贴身侍女春喜与那感染天花之人确有接触。随后，毛香将沈林的话讲述了一遍。沈林，咱问你，你说的那些事可有半句假话？草民以人头担保，句句属实。你先去殿外候着吧。毛香，你带沈林去东宫找太子。若太子出手，你便回来复命；若太子心软，你便帮他出手。毛香心中也明白，这样做又何尝不是保住皇家的体面？启禀陛下，皇后娘娘命人送来烤鸭1只。哟，还是咱妹子好啊，知道咱容易饿，提前让人准备烤鸭。朱老伯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这烤鸭是婶婶给我准备的呢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想吃，大不了咱分你个鸭腿就是了，不就是个烤鸭吗？皇后娘娘有没有让你给我带什么话？有，皇后娘娘说让布公子背着点陛下，免得被抢走。什么？咱妹子真是这么说的？朱老伯，你想吃就跟我说，大不了分个鸭腿给你呀，不就是个烤鸭吗？你这臭小子，你给咱拿来！在东宫这边，朱标也听完了毛香和沈林的复述。本宫知道了，你回去找父皇复命吧。陛下有命，让微臣留在这里，任凭殿下差遣。哎，父皇，您也太小瞧儿臣了吧？行，你且留下，传吕氏来见姑。殿下，你命人传臣妾前来，可是有何要事？本宫自认待你不薄，雄鹰自幼便称你为母，身为母亲，你怎能如此狠毒，以天花恶疾残害自己孩子？夫君逆我夫妻多年，臣妾是怎样的人，殿下还不知道吗？福贵这个名字你应该不陌生吧？殿下，臣妾不认识叫福贵的人，也从未做过坑害雄鹰之事。若是殿下不信，就赐死臣妾吧。如今人证已经有了，你还要在本宫面前装无辜？你是自己动手，还是由本宫帮你？见吕氏沉默着不说话，朱标也不再开口，跟他多言。李峰，动手！李峰，你敢？看我的黑虎掏金！他娘的，不敢我也得凉！太子妃今日玄武湖游玩，不慎跌入湖中，随行人员看顾不周，尽数赐死。安丹娘，布公子快来吧，俺想回家。你叫沈林是吧？是的，太子殿下。以后好好保护不清 ，O 不 OK？OK。毛香，你可以回去找父皇复命了。是，微臣告退。太子妃遇难了。是，今日太子妃玄武湖游玩，不慎跌入湖中轰逝，此事便由太子操办吧，退下吧。小布，锦衣卫有何弊端？锦衣卫权力过大了。在永乐年间的锦衣卫指挥使纪纲，在皇帝选人之前，先将美人藏于家中，供自己享乐。欺君罔上，该杀。随后，不禁给老朱讲解了永乐年间锦衣卫的恶行。锦衣卫是天子亲军，这件事也就只能由您亲自做决定。既然你不说，咱也就不问了。小布，你来到大明生活，孤身一人，咱和你婶婶准备给你赐婚。朱老伯，小子有心上人了，要不您撤回呗？这小子说的心上人，应该就是玉轩那丫头吧？撤回也不是不行，不过你总得先告诉我，你的心上人是谁吧？就是婶婶送给我的那个侍女。咱也不强人所难，以后可千万别后悔呀！将来谁再求咱赐婚，谁就是孙子。小子把话放这，我要是后悔，我就是孙子。好，那咱就看看你到底能有多硬气了。按道理说，皇帝赐婚不答应不是不行嘛，可这次就像俏寡妇遇上大色狼一样开心。朱老伯，您就看着吧，我不听就是咱大明一朝第二硬的男人。论硬，谁能比得上朱祁镇呢？哈哈，今晚好好休息，明日到奉先殿参加早朝。啊，他娘的，怎么每个穿越来的都是老朱家的牛马？朱老伯，我非官非爵的，上哪门子早朝啊？你小子不是要爵位吗？皇帝赏赐爵位，你敢不来奉先殿谢恩？信不信那些文官骂死你？朱老伯，你说我这爵位用什么封号比较好呀？封号问题咱自会安排，放心，咱还能坑了你不成？滚吧！不要怪我，毕竟你才是主谋。那布公子使用的到底是何种武器？火器不像火器，威力竟是如此巨大。不错，在妓院袭击不清的黑衣人就是李峰。
谁在那？草民不清拜见陛下，愿陛下圣功万福，大明朝海宇咸宁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洪武15年，朕的其人不清，献神良仙种，以助大明国运，可解天下万民果腹之忧。即日起，赐封永清伯，待仙种出产之际，验明母产后，加封为永清侯。陛下，臣有一事不解，可否让臣询问不清？云不清，你可有官职在身？没有。既无官职，可有功名在身？也没有。怎么了？你既无官职，亦无功名，见到陛下，为何不行跪拜之礼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吗？你算老几？不清这句话说完，黄御史当场双眼一瞪，气呼呼地看着他说道：我乃御史，监察百官，为何不能管你？可我不是官啊！我有圣旨，陛下特许，面圣无需行跪拜之礼，你敢看吗？你既有圣旨和陛下特许，先前为何不说？在这里胡搅蛮缠，叨扰朝堂。你他妈的，老子给你脸了是吧？御史是吧？他娘的，你上来就问我，我还胡搅蛮缠了？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庶子无不屑于而诡辩。陛下，臣以为对不清的封赏不可如此，此事不合理制。黄朗，你是对咱的赏赐有意见？臣不敢。不敢？咱瞧你是敢得很呐！拖出去廷杖20，以儆效尤。奉天佑承运，皇帝又诏曰：命永清伯以格物为宗旨，建立大明皇家科技研究院，朕担任院长，副院长不清列出规划与条例，钦此。老朱这是要把担子全交到我身上啊！户部、工部、大明皇家科技研究院的事情进展如何？赵俊本想开口说话，结果却被曾泰抢先一步。陛下，土地和田产已经准备好，只等永清伯来户部交接即可。臣已派人去城外勘测，预计15日之内便能将驻地修建完成。永清伯前来公布交接即可，只是户部未曾拨款，穷得叮当响。启禀陛下，臣未得到您的旨意，况且户部库中也拿不出银子来，还请陛下明察。钱款不从国库支出，直接从咱的内堂里支出，此间无事便退朝吧，不请留下。小布，你刚才对李善长做的那个手势是什么意思？朱老伯，那就是个问候的手势，问候他的父母亲人。是吗？对啊，就是赞美的意思。啥赞美？呸！赞美，刚才嘴瓢了。你再跟咱瞎掰，那咱就试试赞美你。好吧，我说实话，那手势就是入他娘、入他祖宗18代的意思。行了，别贫了，叫你来是有事情要问你。有事您说话。有啥搞钱的法子没？咱这一家老小都等着吃饭呢。就知道你没憋啥好屁。朱老伯，文人也不行啊，打嘴仗还可以。哼，要不是不允许，咱早就把他们砍了。如果国库的税收高了，您的内堂是不是也富裕？那该怎么提高税收呢？让百姓都有田种。你这话说的，百姓怎会无田可种？土地不在百姓手中，又有何用呢？您曾经下旨，身有功名者免劳役和赋税，而举人更甚，这就是土地兼并的开端。如果那些富人不愿缴税，就将田产投效在他们名下，这样他们就只需要缴纳人丁税。可人丁税又能收多少呢？确实，不清说的这些，咱心中也明白。陛下，您也知道，南方富硕，朝中多数文官都是南方出来的，与江南各地士绅关系密切。现在他们只是师生或好友关系，可发展到后期就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派系。说到这里，不清神色严肃地看着朱元璋。朱老伯，您在，他们就翻不了天，未来可就不一定了。大明中晚期，士绅和文官纠缠在一起，院士和乡试可就是他们说了算了。您可知为何崇祯帝连军饷都发不出来吗？因为天下10户百姓9户无田，天下10户百姓9户无田。到后来，那些士绅富商低价强买百姓手中田产，或者暗中操控粮价，百姓没有出路，只能低价出售良田求活。当年咱自己未曾发迹之时，同样被前元官员逼得走投无路。想到这里，朱元璋心中已经开始琢磨，自己要想办法处理这个问题。小布，后事是否有可行之策？即使在后世也没有完美办法，不过倒是有个办法，短期可以让国库丰盈。是何办法？摊丁入亩。摊丁入亩是啥？摊丁入亩，按照实际占有的土地多寡来征收赋税。摊丁入亩确实是个好法子，不过先说说短期国库丰盈的事情吧。摊丁入亩推行时，肯定会有附身阻挠，不过太子殿下肯定会阻拦。到时候您就来个止诛主恶，然后抄家，把那些好东西全部冲入内堂。之后，不清又给老朱画了一张大大的饼，倭寇营山、解除海禁等等好处。放心，咱答应你，出兵倭寇就不会反悔。不过别急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对了，咱把老四叫回来了，这几日便会进京。啥？老朱把朱棣叫回来了？你单独跟我说是几个意思？
小布，咱想知道后世对咱重启分封制是如何评价的？褒贬不一的评价，但贬大于褒很多。褒诸王戍边，为大明镇守边疆。还有吗？没了，这就没有了。朱老伯，也许您有无数的理由这么做，但事实证明他就是错误的。先不说燕王朱棣的靖难，就说您那4个被后世称作明初4大恶人的儿子吧。臭小子，别玩了！再这么玩下去，李善长都要被你玩死了。接上集，步青被封为永清伯，但老朱还想让穿越者爆料其他几个儿子怎么样。先说说你那几个好大儿吧。他们做了啥？哦，对了，有一个叫朱仪的，现在还在您肚子里。那我就从秦王朱爽开始。咱敲打过了呀，咋还不是个东西？他在封地以折磨下人为乐，最后担心这些人到京城告状，竟然直接将他们全部灭口。来人，传朕旨意，命秦王朱爽火速进京。嘿嘿，有人要倒霉了。还有3个，说吧，咱撑得住。鲁王朱坦迷恋修仙，用上百男童阉割当作炼丹的药引。代王一生为做好事，晚年见人便砍，杀人后狂笑引以为乐。夷王朱仪钟爱习武，当街砍人，洛阳城里人人自危，形同空城。老朱听完都要炸了，好在这几个都还小，目前还有矫正的余地。小布，其实这2日咱一直在研究你那张世界地图，心中有个想法啊！你要想干嘛？海外拥有如此辽阔的土地，那咱将儿子分封到海外去，把这些地方全占了。朱老伯，您将燕王召回来，难道想让他第一个去海外？你认为呢？朱老伯，这都是您的家事，您决定就好了。家事？那你婶婶长，婶婶短的叫。您要这么说就没意思了，那可是我亲婶婶。废话，那还是咱亲媳妇呢，快说。朱老伯，您先说一下，为什么要让燕王第一个去就藩？你小子不是说老四的武功在咱之上吗？既然他那么能打，不选他选谁？正因为朱棣军事天赋强大，老朱才想着第一个将他弄出去。他不想看到自己儿子因为皇位兄弟相残。咱想将老四封到那个叫澳大利亚的地方，那边土地够大，资源应该足够他发展。好家伙，老朱这到底是爱朱棣还是恨朱棣啊？不过这距离好像非常远，你上次说的那个蒸汽机能不能做到？可以，只是要安排就藩的话，恐怕需要很多大船才行。不着急，等你把蒸汽机造出来，咱就出兵攻打倭寇，手中有钱就能造船，然后再去那个澳大利亚就藩。他娘的，这一次我要让那小日子绝种。等老四回来，你和咱去跟他谈这件事。No problem。与此同时，京城一处茶楼之中，赵大人，陛下如此重视这皇家科技研究院，咱们就要好好配合啊！李善长，你这狗东西，你对那步青不满，干嘛要把我拉进来？韩国公说的是，此事咱们必定要为陛下分忧，本官一定会好好把握的。随后，王公公来到府邸宣读封赏圣旨。永清伯，小人来传旨的途中，不巧看到韩国公和赵大人一起从茶楼出来。特喵的，这老东西竟在背后搞些恶心人的小动作。小人有个亲戚刚好就是工部的匠人，不如就让小人帮你打听一下。如此，那就劳烦王公公帮衬了。李善长，看本少爷给你一个王炸。时间来到晚上，步青将空间中的无人机取出。张浩，叫几个人将这东西挂在上面。步公子，这是啥？这是巨臭无比的飞鱼。步公子，您这是？等下你就知道了。此时的李善长刚抬起头，却见有数不清的东西从天上掉下来。这是何物？真他娘臭！你知道吗？韩国公今天吃屎了。外日他意，韩国公口味特殊啊。少爷，有个人说想见你，他说自己是王公公的亲戚。他在哪？就在门外。小人宋忠爱见永清伯。宋忠这名字，他爸妈的要求也不高啊，指着他能宋忠就行了。你是王公公的亲戚？正是在下。有什么消息？昨日赵大人回宫之后，立刻就挑选了一批工匠出来，在下就是其中一员。那个宋忠啊，这些被挑出来的人在手艺方面怎么样？回永清伯，这些人手艺都挺不错的，但没有一人的木工活比小人的手艺更好。就像现在的公司，你的技术好，但是不懂人情世故，就会被排挤。行，你先回去吧。除了你们这些被挑出来的，其他手艺好的我全都要。师伯，此乃姑不管束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放肆！此乃永清伯，奉陛下旨意前来交接，还不立刻通传。哈哈哈！永清伯怎么不提前派人传个话，本官也好做准备呀？就不劳黄大人大驾了。在宋忠的配合下，步青打包了工部全部的精英，连研制火器的都被要走了。永清伯能够让陛下深夜带话过来的，恐怕也就只有您这位爵爷了。王公公，陛下带的啥话？臭小子，别玩了！再这么玩下去，李善长都要被你玩死了，适可而止。
行，劳烦王公公也给陛下带句话，就说小布知道了，只要他不惹我，我就不玩他。好的，那小人就回宫复命去了。至此，步青也清闲了一段时间，直到研究院完工这天。臭小子，竟然背着咱和你婶婶偷吃是吧？这老东西每次吃火锅他都能赶上。婶婶，我今天可是煮了好东西，您可一定要多吃点啊。那啥，朱老伯，没事您就走吧。你个臭小子，你就单独赶咱走是吧？你看咱今天揍不揍你就是了。朱老伯，你上次抢我半只烤鸭的事情，我可没和婶婶说啊。你现在不就都说了吗？玉轩，你也坐下陪本宫一起吃吧。谢皇后娘娘。小布，这是我四弟朱棣。原来是燕王殿下，永清伯不清见过燕王。永清伯你好，怎么前面打招呼那么亲切，到了自己这里就变成身份了？我不是我爹的儿子吗？老四，咱打算让你见过，你怎么想？即墨驴男人也可以用吗？对于小日子就没啥不可以用的。要不把那根棍换成铁的烧红？还得是你啊，蓝宝宝。接上集，老朱为了不让朱棣夺位，直接让朱棣去海外发展。老四，咱打算让你见过，你觉得呢？父皇，儿臣可以对天发誓，儿臣没有那种心思。大哥，你是了解我的，我要是有那种心思，我就会让你趴桌子上。老四，你不妨先想想，父皇刚才说的是什么？对，父皇您是啥意思？不清跟咱说你有帝王之相，所以给你们一个建国称帝的机会，也未尝不可。老四，风帆海外之事是我提议的，你不必心中有芥蒂，好好干，为我大明开辟新土。弟弟，一切都听大哥的。小布，蒸汽机大概需要多久才能造出来？朱老伯，科技研究院刚建成，肯定快不了啊。咱已经下令令水师加紧训练，以便将来。给我1个月时间，搞不出蒸汽机，就让我这辈子找不到媳妇。小样，咱还拿捏不住你。大哥，蒸汽机是什么东西？那个科技研究院又是什么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父皇非常重视，小布也说这东西很重要。还有一事，那个叫澳大什么的地方，地产怎么样？澳大利亚广袤堪比大明，而且有天然的草场，四面环海，渔业丰富。还有一件事，咱听说你从工部抽调了一个研制火器的工匠，可是想制造火器？没错，我准备研发一种更先进的火器。小布，还是以蒸汽机为主啊？放心吧，朱老伯，我先将原理告诉他们。既是如此，那咱就再送2个工匠去你那边，也省了你一遍遍教。行，您老就放心送来吧，为我大明培养人才，我义不容辞。反正也是培养人才，不如也帮我培养一下雄鹰吧。朱大哥，我的文化实在是……不是让你教雄鹰文化，是让他明白科技的重要性。朱大哥，这样吧，闲暇之余，让雄鹰去科技研究院转转。少爷，永昌侯又来了。他在哪？在咱们大门口，而且他还是背着金条来的。朱老伯，我先出去看看什么情况。蓝玉是个粗野之人，出口成脏，请永清伯以金条鞭打。一场误会，永昌侯何至于此？快请起，随我入府中饮酒。行啊，你这莽货都知道效仿先贤了。小布，你是用什么东西往李善长家里扔臭鱼的？就是用的这个无人机。这个可以制造吗？在军中可以使用吗？朱老伯，现在的大明是造不出来的，不过用作军事倒是可以。能有这一个用的就行了。你们几个年轻人多聊聊吧，咱就和你们母后先回宫去了。小布，婶婶好些时日没见过玉轩了，让她回宫陪我2天可行？婶婶，瞧您说的，最近我也要忙，让玉轩回去陪您也好。小布，有件事情我要单独和你聊聊。上次被你打伤的黑衣人，你还记得他伤在何处吗？左臂和小腹靠右一点的位置。能不记得吗？来大明之后第一次用枪，而且还没能将人打死，他自己都觉得丢人。如果按你所说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就是我身边的太监李峰。朱大哥，你可是找到什么证据了？没有，不过我发现李峰好像受伤了，但我并未安排他做什么事情。他如果真是吕氏的人，只要露出哪一点点蛛丝马迹，迎接他的就是死。李峰我暂时不会处理，但吕氏的事情你有参与，江南那边肯定会知道，所以那些人一定会找我麻烦，对吧？是的，我已经派人加强守护，但你自己也一定要小心。朱大哥，你说我在大明，只要不造反、不背叛，还有谁能要了我的命？本宫也承诺，只要你不背叛大明、背叛皇帝，这大明境内无人可动你分毫。步青，多谢太子殿下厚爱。就在步青和朱标2人说话之时，苏州城一处园林别院之中，大哥，万一死得不明不白，你难道就一点都不担心吗？还能定心品茶？
担心什么？当然是天花那件事啊！万一暴露了，咱们吕家要诛九族的呀！婉仪死去多久了？大概半个多月了吧。如果婉仪真死于这件事，有真凭实据的情况下，你觉得太子会放过我们吕家吗？不会，那不就是了？况且当初咱们决定这么做的时候，不就已经知道失败之后的下场了吗？看着自己哥哥风轻云淡的模样，吕姑心里好像也没那么慌了。大哥，既然不是天花一事暴露，那婉仪的死为何如此蹊跷？应该是李峰，他的把柄在婉仪手中，恐怕无时无刻都想杀了婉仪以求自保。那我们是不是要赶紧想办法把李峰除掉？否则万一……不可！白莲教的叛徒，就让他们去清理门户，把那个叫不清的家伙也除掉，坏我大计。哼，大哥，只能等他出宫才有机会动手。白莲教恐怕不会愿意节外生枝。不，他们要粮食就得给我面子，否则拿什么给那些前缘余孽送去？等到吕姑离开，吕姨也起身离开，来到了一处暗道。天花一事，我将白莲教牵扯进来了，让他们去承受皇帝的怒火。永昌侯，关于攻打倭寇的事情，太子殿下已经跟你说过了吧？没错，殿下确实有交代。永清伯想说什么？王族灭种这件事得办，但还是要留下大量倭寇，让他们去帮咱们挖矿。没错，不能让咱大明百姓去受苦。我听说咱们有一种刑法叫即墨履，将来挖矿最少的倭寇用这个惩罚就不错。那个永清伯，据我所知，即墨履是给淫妇用的，男人好像不能用。放心，能用上，只要有孔就能用，把那根棍子换成倒刺的那种。这个我也没见过啊，要不回头我帮你去问问。行，如果能换成铁的就更好了，直接烧红了用。听到这句话，蓝玉心中对不清的印象彻底变了。这他妈哪里是永清伯啊，根本就是活阎王，好不好？小布布，你要老婆不要，只要你开口，我就送你老婆。接上集，不清与蓝玉商量对倭寇的奖罚程度，没想到不清一句话让蓝玉哑口无言。永清伯，那奖呢？奖？什么奖？不是奖罚吗？刚才你说了罚，那奖呢？我给你算一下，我们是不是要灭族倭寇？是啊。那我们是不是要让他们王族灭种？也是啊。那我们让他们挖矿，是不是等于饶了他们一命？对，饶了他们，是不是不杀之恩？哎呀，对啊，这就是天大的恩赐啊。那还给他们奖励吗？让他们活着，是不是最好的恩赐？哎呀，听君一席话，是听了一席话。所以永昌侯格局要打开，心胸要宽广，要以德服人。好一个以德服人！张浩，你带2个人去工部，沈凌你带着剩下的人跟我一起去科技院。你们都是工部手艺最好的工匠，只是被其他人孤立，但是在我这里无需多言。永清伯放心，我们一定好好干。如此甚好，但接下来我所讲的会颠覆你们的认知。现阶段不清不准备跟他们说什么大气啊，只是讲些认知就可。陛下让我制造一种不需要人力物力就能自己动的蒸汽机，它可以安装在船上，即使不用人也一样能够在海上快速航行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不用人力物力，这办不到的。对呀，这样的船甚至连前行都做不到，更别说快速行驶，根本不可能。汉有诸葛孔明创造木牛流马，先贤都能做出这些奇物，你们连追赶先贤的勇气都没有吗？听到不清的话，工匠们也不知该说些什么。如果我说我可以让2个人隔着10里地正常交谈，你们是不是也不相信？外人内意，这不清他不是个傻子吧？宋忠拿着他10里之内去哪里都行，到地方和我说话。喂，123 IBZ 1 2爵爷您能听到吗？听到了，你现在在哪？喂123 IBZ 1 2爵爷您能听到吗？听到这里，不清终于明白了，刚才他忘了跟宋忠交代，说完话了之后要把对讲机按键松开。爵爷，是不是我按着这个你就不能说话？我先把它松开试试。宋忠这家伙脑子转的还挺快啊。宋忠，你听到了没有？说完话要把按键松开才行。另外，告诉我你在哪，距离有多远？爵爷，天哪，我真的听到爵爷的声音了，这真是太神奇了。行了，别大惊小怪的，先说你现在的距离。爵爷，大概有4里地左右，没想到真能和您说话。好了，你试过了就回来吧。爵爷，能否为我等解惑？为何您的声音会出现在另一个黑盒子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是何工匠？小人孙长，是一名铁匠。孙长，我问你，在你看来，声音是什么？声音不就是声音吗？还能是什么？声音就是通过物体的振动而产生，通过空气来传播。你们可以试着将手放在咽喉处，感受一下说话的时候咽喉是否在震动。小人有个疑惑，您说的空气是什么？空气由多种气体组成，包括我们呼吸的气，
也是其中的一种。这个对讲机就是将声纹转化成能够传播的电磁波，被另一个对讲机接收。爵爷，您说的那个电磁波是什么？这个我说了，你们也听不懂。目前你们的基础不够，需要学习。我说的蒸汽机就类似于水开时将壶盖顶起来的原理。可是爵爷，壶盖那点力量，用手就能按住，如何能用以驱使大船航行？那是因为壶嘴会喷出大量热水，所以你会认为它没什么力量。随后，墙壁上就被投映出了一张往复式蒸汽机的结构图。不清给他们讲解。孙长，你担任铁匠组的组长，接下来你要做的是将图纸上这些配件制作出来，要求要精准。宋忠，你当木匠组长，主要负责将图纸研究透彻，配合孙长打造配件。雨轩，这段时间让你一直当侍女，倒是有些委屈你了。母后，女儿不觉得委屈，那里没有太多的规矩。关于赐婚仪式，你怎么看？母后，女儿心中认定非他不嫁，可自古以来，两情相悦最是难得。如此，明日便让小布来后宫，母后帮你试探他的心意，如何？少爷，皇宫那边来人了，说皇后娘娘想见您。行，我这就去。婶婶，您找我来是有什么事吗？我听说前不久你朱伯伯和你说了赐婚的事情，但是被你拒绝了。婶婶，我已经心有所属，有心上人了，所以关于赐婚这件事，您看能不能取消？我和你朱伯伯可是准备将最漂亮的公主嫁给你，将来就不怕后悔吗？婶婶，当时我可是跟朱伯伯打过赌的，我要是后悔，我就是孙子。你呀，你这赌可真的冤枉打了呀！怎么都觉得我会后悔？我堂堂大明第二硬的男人，会是出尔反尔的俗人吗？既然你说你心有所属，那能不能告诉婶婶，你的心上人是谁呀？其实我正想和您说呢，婶婶，我想娶玉轩。婶婶又怎么会棒打鸳鸯呢？不过有件事需要你帮忙。您说。我那个女儿呀，知道赐婚的事情，想和你见一面。顾青是想破头都想不通，那个公主到底是哪根筋不对劲，非要见她？出来吧，大闺女。公主，我心中已有所属，即便她身份低微，我也不愿让她做妾，她只能是正室。小布，你不妨回头看看。少爷，玉轩此生也只愿嫁给少爷，做你的妻子。您要就要嘛，人之常情。实则不然，恰恰相反。他娘的，咱是给你婶婶要的，给咱搞什么里格乐？接上集，马皇后想赐婚不清，奈何不清早就和老朱打赌，谁后悔谁孙子。但看到新娘后，顿时傻眼了。我操，老朱这糟老头子给我下套啊！少爷，玉轩也不想瞒着你的。玉轩，你怎么会想到扮成侍女来我家的？此事不是我想的。当日母后与我提及赐婚之事，就问我想不想先见见你。我也想知道自己将会嫁给什么样的人。玉轩，以前你装侍女，现在你可是公主，还叫我少爷，不合适吧？可是我很喜欢叫你少爷呀，等将来再改口叫别的。听到玉轩这么说，不清也没有继续纠结，反正总归是自己的女人。少爷，你为什么说玉轩把你坑惨了呢？玉轩是你爹坑我啊，以后你叫他父皇，我得叫他爷爷。永清伯，陛下让小人来见您，请跟我来。在太监的带领下，两人一起来到奉先殿后殿。朱爷爷，我后悔了。这臭小子叫爷爷都叫得这么理直气壮的吗？我承认我以前硬气了些，但现在我已经蜕变了呀。蜕变了？你到底告诉咱，你变啥了？我变成熟了。是吗？几成熟啊？您再让我煎熬一下，估摸着就要熟透了。臭小子，你不是大明朝第二硬的男人，你现在再狂一个，咱看看啊！朱老伯，您这就不厚道了。当时可是您给我下套，我才说出那句话的。咱可是事先就跟你说了，咱准备把闺女嫁给你，是你义正言辞的拒绝了呀。您和朱大哥是团伙作案，合起伙来给我下套呀。可不能这么说，你也知道玉轩是你婶婶安排去的，我和彪儿不能说出来呀。是吗？那好，我现在就去找婶婶告状，说您让我叫爷爷，平白高他一倍。你回来，你这臭小子，怎么老想着告咱的状呢？你害不害臊啊？那好，我要你赐婚。赐婚也不是不行，不过那我还是去告状吧。行，你个臭小子给我回来！嘿嘿，朱老伯，我觉得明天日子就不错，一出嫁，婚娶，洞房，生子。嘿，咱以前怎么就没发现你这臭小子如此没脸没皮呢？那您是早没把女儿嫁给我，早嫁给我，早就发现了不是？你想都别想，玉轩好歹是咱的闺女，皇帝嫁公主哪有不准备？说嫁就嫁的，皇室大婚那都是有讲究的。经过一番打趣笑闹，朱元璋转而问起了其他事情。先说说你那个什么碧海潮生楼，它是干嘛的？这名字怎么取得这么怪呢？取名碧海潮生只是为了避免一些不可抗力，没什么特别的意义。那你这个碧海潮生楼外面挂的对联又是什么意思？上联重拾雄风，下联抬头做人，横批爱如潮水。这横批和你这对联也完全对不上啊。
其实吧，我这铺子就是卖补药的，主要是让气血更加的活跃，人变得更年轻。那个小布啊，我有个朋友，正好可以补补。你肯定、确定以及一定？你这小子，咱抽死你信不信？赶紧给咱拿来！漏了吧，朱老伯，您要就要嘛，人之常情。实则不然，恰恰相反。他娘的，咱是给你婶婶要的，给咱搞什么里格勒？这种药只有让男人威武雄壮，才能让女人柔情似水。Are you okay? Yes。用不着说的这么透彻，咱比你经验足。朱老伯，要不给您来一粒？咱怎么会需要这个？咱虽说年岁大了，但依旧龙精虎猛。这样啊，那行吧，那我就回去了哦。给咱滚！听到朱元璋的回答，不清心中还挺意外，这老爷子还真是那个呀。如是你这药物真有奇效，不妨留下几粒，回头咱让人给彪儿送过去。咱看他最近有些虚了。朱老伯，这药效果确实不错，但这玩意助兴还行，可不能把它当饭吃。切记，良宵虽好，可千万不要贪欢哟。不清哪里不知道，老朱这是不好意思，只能把儿子搬出来。少爷，腿长腰细的娘吗？姑娘已经找到了，那啥的丝袜子也穿上了。那还等啥？赶紧走啊！阁下特地引咱家过来，总该亮出吴山真面目了吧？白莲将士，天理循环，无声老母，真空家乡。叛徒李丰10年前背叛圣教，消失无踪，本护法前来清理门户，识相就别反抗。一听这人自称护法，绝望的情绪就开始在李丰心中蔓延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前方何人？看样子挺牛啊！傅公子在下不知，不过看样子是很厉害的角色。你就是不亲？你是哪个啊？我和你认识吗？无需多言。我这是在哪？你是？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，只是你我所在的维度不同。我是死了吗？不错，但不是很彻底。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首先，我们都是穿越到大明，只不过是弥补大明始终的遗憾罢了。而你在中途死了，就说明你不适合在这个维度。所以我说死的不彻底，就是因为这。你的意思是我需要换一个维度？即便你有不舍，但事实就是这样。那这个维度不就没有人来弥补遗憾了吗？错，冥冥之中会有更合适的人来，不用担心这个。好吧，如此我就放心了，谢谢你。去吧，开始你新的篇章。